这个影片将介绍研究方法中的研究工具与材料如何撰写。研究材料或工具基本上可以包含下面这3个项目：第一是取得来源或研制过程；第二，主要的组成部分或规格；3，使用的功能或方法。那这些项目呢，可以包含右边这7个项目，那因着不同的研究内容呢有所不同。比方说，可以包含第一，实验室设备；第二，田野的设备；第三，天然物质；第四，人工制造的物质；第五，调查问卷或测验；第六是电脑模型；第七是数学模型等。接下来说明材料安排的步骤有以下几个方法：第一是概述。用1到2个句子说明使用研究材料的广义概念以及使用该材料的目的。第二，叙述主要的部分，说明该材料或工具的主要特征，比方说它的外形、它的大小、它的色泽等。第三，叙述功能，说明该材料或是工具的各种用途，比方说脚踏车的话，你可以按照手把、踏板、轮胎等不同的功能来去叙述这样的一个工具。第四，空间安排，叙述材料或设备由上而下或由左而到右的摆放等特征。那很重要的是，这个按照空间的安排呢，必须要依循一定的一个逻辑，比方说从内到外或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要按照一样的一个逻辑安排来去陈述。第五个是功能安排，包括从头到尾仔细说明材料或设备当中哪些部分对应到哪些的功能。比方说从相机可以从相机的外部的从左到右的功能的介绍，它们相对应的一些零件或配备。研究材料撰写的主要事项，第一是以一般性的名称叙述，而非商标名称，就是不要用厂牌来表达这样的一个工具或材料，要用一般的通称的叙述。第二，只需写出方法和材料等实验过程，不需要说明实验结果。实验结果会在下一个项目results 部分叙述。那研究方法只需要叙述那个工具跟流程。第三，研究材料或设备应写明取得来源或研制过程、组成或规格、使用的功能或方法，并使用被动语态，因为材料或是工具本身是要被研究者所操控，所以是要用被动式。描述实验材料时，应写明确的数量，例如 the sample was added to the solution。那要想，比方说多少毫克、多少公克的量，而不要用 a large amount， 因为这样是非常的抽象的，这样是不精确。那不是学术论文或是研究报告讲求客观数据所应该用的表达方式。第五，当材料数量视为一个整体的时候，使用的动词是用单数而不是复数。接下来撰写研究材料的句型，分类有以下几个类别。第一，当我们谈到样本的特征时，应该使用过去式句子。比方说the boys， 或是the man interviewed， 或者 subject 这样的样本呢，当我们叙述它们的时候，要用动词过去式，因为这些样本或是实验的工具呢，已经是在过去被执行完成。那范例2，谈到研究的母体时呢，应使用现在的句子。比方说
all students who apply for admission to the university take the TOEFL test。这边指的呢，不是当初这个研究的特定的受测者，而是母体指的是，这是整个，比方说第一个例句是整个政策性呢，所有的人，所有的学生申请学校都要取得托福成绩，所以当指的是母体的时候呢，是表示的是一个真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要用现在式。接下来针对研究材料的名称与动词的对照，那特殊名词呢，一般它有特定的一些该搭配的一些动词。那比方说这个表格呢，呈现了左边是名词，比方说温度 temperature， 它经常搭配的动词是 control， 然后问卷 questionnaire 呢，一般是用 design， 然后 student 呢，一般是 test， 然后 air pressure 呢，一般是 select。那当然，这只是一个常用的一个搭配的动词。那如果你不确定这些名词该用哪些动词的话呢 ，Google Scholar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，可以参考使用。接下来的影片会介绍研究方法中的资料分析 （data analysis）， 也就是研究方法当中的最后一个项目。